鼓响3通，而阵列不齐，全军接斩。我胆子小，见不得血。第一天上任便不杀人了，全军杖40。醒醒！中顺都在册兵额87员，实有兵额61员，编制指挥使1员，副使1员，散员于后8员，记名于后18员，记名对正34员，行军差遣全是副兵。不是62人吗？怎么说实有61人？中顺都指挥使在接到征发军牒当日晚间伤了腿，未能随军应征。眼下这一都是谁在主事？指挥副使陆彦柱。把这些人留在兵册上，也不知道兵部是如何想的。不仅给了一个都的编制，竟还都是军官。这个都在军中还有个混名，叫做鱼头都。天天都他娘的吃鱼头！单师都，你们这帮望高踩低的混账行子，哪天落到老子手里，爷爷我生厌了你们狗日的！哎呀，你又聒噪，鱼头有何不好？哎，这腮边之肉，最是鲜嫩丝滑。哎呀，整日间又不用出操出工，有何不好？好酒。吴越38个兵都，中顺都是最小的一个。不仅只有一个都的编制不说，在册的员额不满100人。此番发兵，福州的李仁达10日之内3次发出了求救文书，前后不过5日，实在是太过仓促啊！兵部的那些文书吏员们，他们是日夜不辍，饥不择食，四处的搜罗拼凑员额，这才将中顺都写上了兵册，征发了过来。这样的都就不该留在兵册上，早该裁汰了。如今留下不说，那里面全都是虞后对证，兵部疏失至此，实在是荒唐。这实在是怨不得兵部啊！这一都兵，不仅裁不了，而且还要世系相传，父子相继，只要人不绝户，便有一口钱粮能吃。这就是为何？因为中顺都原本就不叫中顺都，叫吴永都。来，拽一拽啊！咱盖好了，盖上，拉过去，都仔细点儿，这边的都搬过去。这沿着好。哎呀，快点！怎么样？粮都存好了吗？沈公亲自盯着，还剩少许。这个吴永都的根底啊，是蔡州兵。既是淮西人，却又如何来了吴越？当年黄巢起兵，屠掠中原，有吞并四海之图，其部将孙儒所部最为骁勇善战。孙儒死后，其部一分为3，一部割据荆楚，便是如今的楚国马家；一部归顺于杨行密，便是大名鼎鼎的黑云长剑都；另外一部归附于我吴越，被祖父编列为牙兵都，军号吴永。既能校猎内衙，当是军中校尉，却如何成了如今这般模样？
天复2年，吴永都军帅徐婉叛反作乱，兵围杭州。那个时候，国中主力正与南唐交兵，鏖战于苏常之间，仓促间不得回返。祖父身边只有杂兵数千，顺逆悬殊，情势危急。多亏了杜令公，82日啊，身不卸甲，手不释剑，昼夜巡视，泣血守城，这才得以保全王都。后大军回师，诛灭了叛贼。自此，吴永都的军号便不见于吴越校列。那这忠顺都又是如何来的？那个时候，吴永都并非全军皆叛，有些许部众未曾乱中从贼。平叛后，这些人不好处置啊，祖父便将其单独编为一都，赐军号忠顺，降为镇兵，许其军职世袭，父子相继。之后，战士啊、义工啊，皆不用之。这些人啊，离散传习至今，已经是第3代了。兵册上的员额是一减再减，如今只剩下87人。原来如此，自天复2年至今已是45年，这些人当猪在养着，难怪养成了如今这般猪样。哼哼，平日里养猪还则罢了，哪有养到这挣钱来的？这等无用的兵啊，自黄岩县几百里翻山越岭调过来，在营中屠耗钱粮，临阵杀敌根本就用不了。郎君，明日大帅声张御史，郎君可伺机进言，将他们轰了回去吧。末将平营关军容使钱洪处有军务，请大帅示下。讲，禀大帅，忠顺都指挥使因伤出缺，末将自请暂代忠顺都指挥使之衔，提调其部于转运、公事2司差遣。九郎，你可知忠顺都的情形和来历？回禀大帅，末将知道。知道？你还用？末将想试试。既如此，便以九郎权忠顺都指挥使一职。自今日起，忠顺都划归2司提调。谢大帅，末将遵命。陆头，陆头，快！何人击鼓！1通。2通。何人击鼓？有人声没人一样的。下！来2人，我拖出去散了。3通。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更不要睡觉。谁是陆彦珠？我是。吴越军律，鼓响3通，阵列不齐，当如何处置啊？鼓响1通而有人不至，关左帐20；鼓响2通而兵甲不全，对关以上帐100；鼓响3通而阵列不齐，全军皆斩。我胆子小，见不得血。第1天上任便不杀人了。全军杖40，行刑。
顺都，服军法。同袍们，都给我听仔细了！我叫钱弘柱，吴越武肃王之孙，文穆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。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受行营都招讨，两太尉军令。自今日起，暂代中顺都指挥使之职。今日以前的事，我一概不管；今日之后的事，我一概要管。吃饭要管，睡觉要管，拉屎要管，走路要管，歇息要管，生要管，死更要管。总之，你们能想得到的，便没有我不能管的。方才你说我有人生没人养的，你说要删了谁？删了我。这两个人多账20。是。我是钱王生的，也是钱王养的。我生的儿子闺女，也都是钱王子孙。你们若是敢伤了我，要夷3族的。我若是打杀了你们，打对了有赏，打错了无非是跪跪祖先堂。自今日起，我便是你们的都头。我想不通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子早就念叨过了，什么先王后王，老钱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就别在那里聒噪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鹿头在这拦着，我管他什么亲卫都，全给他们宰了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挨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？你闭嘴吧！闭上你的嘴！哎，快点！一通，动作快点儿！还想挨板子吗？快走！就你们屁股疼！快！二通，快点！就你们屁股疼！三通，饶了，成立！看什么呢？别看了，站住！酒喝多了，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？啊！兵告都头，周顺都成立。恭候都头再令。末将指挥副使卢彦柱。
算了，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。饭食已备，开动吧！别走，回去。站好了，左队第一使出令，站直了。跟前，站成排，军所，坐。右队第一使出令，快点，站成排，军所，坐。左队第二使出令，动作快点，军所，坐。右队第二使出令，左队第三使出令，军所，坐。右队第三使出令，军所，坐。都统，一波。弄！开吃！让个位子。不爱吃鱼头？爱吃，吃。不用，我也不爱吃。自今日起，忠顺都再也不是鱼头。吃腻了。郎君，陆彦珠求见。叫他报名贵进。诺。忠顺都指挥副使陆彦珠，请见都统。较劲。末将陆彦珠参见都统。这个月军时差了214升，历前短了1200文。是。换酒喝了？是。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？在册兵额87人，实有兵额61人，空额26人。是。谁吃了？刘建通，还是你？末将生性好酒，但是空额确实不敢。末将犯的是死罪，甘愿受罚，只求都统日后善待忠顺都这帮弟兄。我说过，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。此刀名叫鱼吻，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。祖父赐给了我父亲，我父亲
又赐给了我。当年董昌被俘，押往钱塘，祖父念及旧情，于途中驿站相候，老友相见，不胜唏嘘。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。7年结拜，生死相托。此刀是英雄所赠，当得起兄长的身份，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。董昌以此刀自尽，祖父伤心寄怀，就此封了此刀。这些年来，这柄刀落在我手上，自今日起，将就戒了。此刀赠与你，但你若是破了戒，刀和命都还给我。我叫陆彦珠，遵命。据各州上报，总计59个县被灾，建德县寿昌区大地作业绝了口。从兰溪到金华、永康这条水路的水面，比1个月前宽了10倍有余，流湍浪急，舟楫断绝，给东南行营运粮的粮船都阻在了同路。故此，臣等议定，借用珠江水系沿江南下，自漂西渡登岸，只需越过20里山路，便可自西溪渡再度登船，沿西溪入长溪，直趋灵德、永贞，自永贞登岸。六都转运司和提举公使司，我是设在了温州的永嘉盐场了。是九郎亲自选的。永嘉盐场距福州计500里路，是不是远了点儿？不远。九郎选的这个地方恰到好处，大军南下，粮资经水系转运，青田乃必有之路，至多再有1月，海上风季将终。是时已经运抵青田的粮资，可沿永嘉江直接出海；而尚未发出的粮资，可沿钱塘江口出海，经温州近海，直趋福州。这2条路都是2到3日的水程，2条路的交汇之处，便是永嘉盐场。九郎现下已经到了永嘉盐场了。若老夫算得不错，此时九郎与养帅，该当正在2个渡口之间的山路，且随军转运的粮资可供大军20日食用无处。兵锋直抵福州之前，军中无断粮之虞。此时臣等所忧者，恰恰是这段路。怎么说？大王，那边应该也在下雨。九郎，别推了！让开！车上有草杆子，1人1个，往地上铺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把沟壑填平了，便有路可走。我的兵是正兵。什么？这是府兵办的差事，正兵不填沟壑。好，老子给你们填。来，让开！
朱远珠，上，去拿草毡子。诺，下一个死，都是死人吗？走。钟顺都，田高航。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，把草毡子往前运。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啊！后面的废物的听着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，我们给你们点高号。小郎君，那里是什么人？正兵的上官们，把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田必友，九郎君叫你过去。小人入职第一都军需于后田必友，见过九郎君。小人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九郎君。九郎君恕罪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如此大雨，那个棚子里走水了。我们右支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，烧口热汤喝。那他们呢？都是这些下贱的田豪府兵，郎君不必理会，且随我入内，小人亲自为您送汤。下贱的田豪府兵，是，郎君不必在意他们，不过是淋些雨，死不了人的。容他们在外头歇息，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，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。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。跪下。啊！郎君命你跪下，跪下！有聋了吗？不是小人失礼了。我没什么气力，你们俩莫让他动弹。郎君，小人知罪了，小人冲撞了郎君。你冲撞我，倒也无妨。可你千万要记住了，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，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。下贱的不是人，